统一六国的伟业继承，嬴政面临的第一个核心问题，便是如何为自己的统治赋予全新的合法性符号。毕竟，他所终结的是500余年的诸侯割据时代，所开创的是前所未有的大一统格局。昔日诸侯通用的君王称号，早已无法匹配这份自上古以来未有的功绩。在此之前，即便战国后期秦国与齐国曾短暂并称西帝东帝，也因各国诸侯的反对与舆论压力草草收场。嬴政深知自己的称号不仅是一个名号，更是对大一统政权权威性的宣告。他明确提出自己兴义兵，诛残贼，平定天下，功绩远超上古五帝，若仍沿用王的称谓，便是贬损其功。于是他下令让丞相王绾、御史大夫冯杰、廷尉李斯等核心大臣共同商议新的尊号。大臣们援引上古礼制，认为古有天皇、地皇、太皇，其中太皇最贵，建议嬴政采用太皇这一称号。在当时的认知中，太皇是对天地间最高统治者的尊称。但嬴政并未满足于此，他认为太皇仍局限于上古框架，不足以凸显自己兼三皇、超五帝的独特地位。最终，他取三皇之皇、五帝之帝，创造性地组合出皇帝这一全新称号，并自称始皇帝，规定后世子孙以2世、3世至于万世传承，暗含着让秦朝统治传之无穷的期许。皇帝称号的创立只是嬴政强化皇权的第一步，他更着手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，将皇帝的权力推向至高无上、独断专行的地位。这绝非简单的权力集中，而是对中国政治制度的一次根本性重塑。他首先废除了自西周以来的世法制度。按照旧制，君主死后，大臣会根据其生平事迹与功过，给予文武优吏等评价性称号。这在嬴政看来，失子义父、陈义军的大逆不道，严重损害了皇帝的绝对权威。他明确规定，后世子孙不得为前代皇帝定谥，彻底切断了臣下评价君主的可能。与此同时，一系列专属皇帝的权力符号应运而生。原本普通人皆可自称的朕，被定为皇帝专属称谓，任何人不得僭用。皇帝下达的命令分为制与诏，二者皆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效力。文字中需严格避讳皇帝的名讳，如嬴政的政字，在官方文书中必须以正字替代，若有不慎触犯者，便会被视为大不敬。甚至连印章的称谓也有严格区分，只有皇帝使用的御印才能称为玺，王公大臣与地方官吏的印章只能称为印。这些看似细碎的规定，实则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尊君体系，从称谓服饰到文书礼仪，每一个细节都在强化皇帝独尊的认知，将皇帝的权力从世俗权威升华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。正是这套制度，为此后2000多年的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奠定了基础，让大一统不仅停留在疆域层面，更深入到政治制度与社会认知的骨髓之中。在确立皇帝制度、夯实君主权威的同时，嬴政面临着另一个关乎帝国长治久安的核心命题：如何构建中央与地方的行政体系，让这个疆域辽阔的大一统政权真正运转起来。毕竟，若地方治理失控，即便有至高无上的皇帝权威，也无法维系统一局面。当时朝堂上，以丞相王绾为代表的大臣们提出了一套看似稳妥的方案，沿用周朝的分封制。他们认为，秦朝疆域远超往西，边疆地区偏远难管，若将皇子及开国功臣分封到各地为王，让他们镇守一方，拱卫中央，
既能缓解中央治理压力，又能借助宗室与功臣的力量稳定地方。这一建议看似符合传统经验，却遭到了廷尉李斯的坚决反对。李斯一针见血地指出，分封制正是周朝后期诸侯割据、战乱不休的根源。他在朝堂上直言，周文王、周武王所封子弟同姓甚重，出使时尚能同心护周，但几代之后，血缘关系逐渐疏远，诸侯之间便相互攻击如仇敌。周天子虽为共主，却根本无力禁止。在李斯看来，秦朝若重走分封老路，无异于埋下战乱的种子，待宗室子弟与功臣后代势力壮大，必然会重演列国纷争的悲剧。基于此，李斯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地方治理方案——郡县制。他主张将全国划分为若干郡，郡下设县，郡县的主要官吏郡守、县令等均由中央直接任免，且不得世袭。这样一来，地方权力完全收归中央，官吏的任免、考核、罢免皆由皇帝与中央掌控，既能避免地方势力做大割据，又能确保中央政令直达基层，实现一统到底的治理效果。嬴政听完双方辩论后，深表认同李斯的观点，于是果断下令废除分封制，在全国推行郡县制。最初，秦朝将全国划分为36郡，随着后续南征百越、北击匈奴，疆域扩张后逐渐增至40余郡，每郡设置3大核心官职，郡守掌管一郡行政事务，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，郡尉负责军事与治安，统领郡内武装，监狱使则代表中央监察郡守、郡尉，三者互不同属，相互制衡，均直接向中央汇报工作，避免地方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。郡之下设县，县以下还延伸出乡、里等基层组织，里之下再以15编组，5家为一伍，10家为一时，15之间相互监督，实行连坐法，一人犯罪，邻里若不告发，便会一同受罚。这套从中央到基层的郡县制体系，堪称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次革命性变革。它彻底打破了夏商周以来以血缘定疆域的宗法制与分封制，首次建立了以地缘定治理的官僚体系。通过这套制度，中央政府的控制力首次穿透到乡村基层，真正实现了海内为郡县，法令由一统。此后，尽管历代王朝偶有分封常事，如汉初郡国并行，明初分封藩王，但郡县制始终是地方治理的核心框架，成为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大一统政权的行政骨架，深刻塑造了中国历史的政治格局。在搭建起中央与地方的行政骨架后，嬴政深知，仅靠制度约束不足以让大一统政权真正稳固，六国长期分裂形成的经济壁垒、文化差异，仍是潜在的分裂隐患。为此，他在经济、交通等领域推行一系列统一政策，如同为帝国机体注入融合剂，彻底消除地域隔阂，让全国真正成为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。经济领域的统一度量衡是嬴政迈出的第一步。战国时期，各国度量衡制度的混乱程度远超想象。长度单位上，秦国以尺计量，齐国用刃，楚国则以丈为标准，即便同称尺，实际长度也相差悬殊，容量单位更显混乱，单位换算毫无规律，重量单位同样各行其事，让跨区域贸易如同解谜。这种混乱不仅严重阻碍商品流通，更让中央征收赋税、发放俸禄时困难重重。嬴政以秦国原有制度为基准，颁布了全国统一的度量衡标准。为确保标准落地，
秦廷还制作了大量刻有诏书明文的标准器，分发至全国各郡，要求地方官吏严格校准本地度量衡工具，不符合标准的一律禁用。这套制度让度量衡不仅成为商业工具，更成为中央掌控经济、巩固集权的重要纽带。度量衡的统一，实则是全国经济秩序的统一。紧随其后的统一货币，进一步打通了全国经济脉络。战国时期的货币堪称百花齐放，秦国的圆形方孔半两钱，赵国的铲形布币，齐国的刀形刀币等，形制、材质、价值各不相同。嬴政下令废除所有六国货币，推行上币与下币并行的货币体系。黄金为上币，以亿为单位，主要用于皇帝赏赐、贵族大额交易。铜币为下币，沿用秦国圆形方孔形制，重半两，俗称秦半两，作为民间通用货币。更重要的是，嬴政将货币铸造权收归中央，严禁私人铸币，违者严惩不贷。这一举措不仅让全国货币归一，更让中央牢牢掌控了经济命脉，避免地方通过铸币积累实力，挑战集权。若说经济统一是内在融合，那么统一交通便是外在联结。战国时期车途异轨的问题，让全国交通如同长梗阻，各国道路宽度不同，车辆轮距各异。秦国的马车到了赵国，要么因轮距不符无法行驶，要么需更换车轮，严重影响物资运输与军队调动。嬴政下令推行车同轨，规定全国车辆轮距统一为6尺，不符合标准的车辆禁止上路，从根本上解决了车不同轨的难题。在此基础上，嬴政还启动了规模空前的交通建设，以咸阳为中心，向四方修筑驰道。这种主干道宽50步，路面用夯土反复夯实，坚硬如石，两旁种植松树，每隔3丈立一根路标，既便于识别方向，也能保护道路。据史书记载，秦朝驰道主要有4条，形成覆盖全国的陆路交通网。针对北方边防需求，嬴政还下令修筑秦直道，从咸阳以北的云阳（今陕西淳化）出发，向北穿越黄土高原，经上郡（今陕西榆林），直达九原郡，全长约1800里。这条道路全程嵌山阴谷，路面宽阔平坦，秦军骑兵从咸阳出发，3天3夜便可抵达九原，成为北方防御匈奴的快速通道。而在南方，为解决南征百越的物资运输问题，嬴政命使路开凿灵渠，在今广西兴安县境内打通长江水系的湘江与珠江水系的漓江，全长约34公里。灵渠不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，更打通了南北水陆通道。秦军粮草通过灵渠源源不断运往岭南、中原的铁器、丝绸也借此传入南方，岭南的象牙、翡翠则流向中原，成为促进南北融合的黄金水道。从度量衡、货币的经济统一到驰道、直道、灵渠的交通联网，嬴政通过这一系列举措，彻底打破了6国时期的地域壁垒，让全国在经济、交通层面真正连为一体。这种统一不仅便利了百姓生活，推动了经济发展，更在无形中强化了大一统的认知。当齐地的商人用秦半两钱与楚地的农夫交易，当咸阳的官吏通过驰道抵达燕地，一种同为秦人的共同体意识逐渐形成，为大一统帝国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当经济与交通的硬件统一完成后，嬴政将目光投向了文化层面的软件整合、文字的统一。作为文明传承与政令传递的核心载体，战国时期文字异形的乱象早已成为大一统政权的隐形障碍，
若不加以规范，即便疆域统一，文化与治理的裂痕仍会持续存在。战国时期，各国文字虽同源于甲骨文与金文，却在数百年的分裂中演化出截然不同的形态。以马字为例，秦国写法规整匀净，赵国写法线条曲折，齐国写法偏方，楚国写法则带有独特的地域弯钩，仅一字便有如此多差异，更遑论复杂的政令文书。这种混乱不仅让各国文化交流混乱，更严重阻碍中央治理。中央颁布的法令文书，到了地方可能因官吏不识秦文字而无法解读，导致政策落地即失效。各地上报的民情文书，也需专人翻译才能让咸阳朝堂理解，极大降低了行政效率。为解决这一问题，嬴政下令由李斯牵头，负责文字的整理与统一工作。李斯以秦国长期使用的大篆为基础，保留其规整的结构框架，同时吸取齐鲁等地笔画简省、书写便捷的优点，删繁就简，创造出一种形体匀圆齐整、笔画粗细一致的新文字，命名为秦篆，又称小篆。嬴政将小篆定为全国通用的官方文字，要求凡诏书、刻石、官方文书均须以小篆书写，确保中央政令能清晰、准确地传达到全国每一个郡县。在小篆成为官方文字规范政令传递的同时，一场更贴近基层需求的文字变革正由一位狱中衙吏悄然推动，这便是隶书的诞生与普及。它虽未获官方文字之名，却以极强的实用性，成为秦朝社会运转的隐形文字纽带。当时，有位名叫程邈的秦国衙吏，因获罪被关押在云阳监狱。在狱中，他并未消沉，反而留意到日常文书中篆书的弊端。原篆的笔画书写缓慢，复杂的字形难以快速记录，尤其对基层官吏处理大量事务而言，效率极低。于是，程邈开始潜心研究文字演变规律，对当时已零星出现的历变趋势进行系统总结。他大胆将篆书的原篆笔画改为平直方折，删减冗余偏旁，简化字形结构，最终创造出一种书写便捷、效率极高的新字体，因其最初为吏人所用，故得名隶书。程邈的这一创造恰好契合了秦朝行政运转的需求，很快传到嬴政耳中。嬴政不仅赏识其才华，赦免了他的罪行，还任命他为御史，默许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隶书。尽管秦朝官方仍以小篆为正式文书字体，但隶书凭借书写简便、效率高的优势，迅速在民间与政府官吏中流行开来。乡瑟夫登记户籍用隶书，县城记录赋税用隶书，狱吏撰写诉讼文书也用隶书，逐渐成为秦朝社会实际流通的主要文字。睡虎地秦简、里叶秦简等出土文物更印证了隶书与基层行政的深度绑定。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简，内容多为秦代法律条文与官吏工作记录，其中绝大部分文字为隶书。2002年发现的里叶秦简，湖南龙山里耶古城，作为秦代洞庭郡骞陵县的官府文书，包含户籍、徭役、司法、赋税等各类档案，约 90% 的文书均以隶书书写。这些简牍清晰表明，隶书的推广绝非单纯书写习惯的改变，而是直接服务于郡县之下的基层治理需求。秦统一后，全国需登记的户籍人口超2000万，需征收的赋税、征发的徭役数量庞大，小篆笔画繁复、书写缓慢的特点根本无法满足高效办公的要求，而隶书去篆之圆转、去方折、省笔画的变革，让文字书写效率实现了革命性提升。
成为支撑基层行政运转的关键工具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嬴政对隶书的态度也体现出其实用优先的统治思维。他虽明确小篆为官方文字，以彰显皇权的规整与权威，却对隶书的流通不禁止、不强制推广，实则默认了这种官方与民间并行的文字体系。这种灵活的策略既保证了重要政令的统一性，又兼顾了基层治理的实用性，让书同文政策真正落地生根。从官方小篆的规范统一到民间隶书的实用普及，嬴政推动的书同文绝非简单的文字形态统一，而是对华夏文明文化认同的重塑。当全国官吏用同一种文字解读政令，当各地百姓用同一种文字交流思想，当不同地域的文化通过统一的文字相互融合，大一统意识逐渐在人们心中扎根。这种文化层面的凝聚力远比疆域与制度的统一更持久，即便后来秦朝灭亡，书同文的成果仍被汉朝继承，成为此后2000多年华夏文明历经分裂却总能重归统一的核心文化纽带。在完成经济、文化、交通的统一后，嬴政进一步将治理触角延伸至社会层面，通过行同伦规范伦理风俗，以大移民重塑人口布局，双管齐下，筑牢大一统帝国的社会根基。这两项政策，前者着眼于精神共识的构建，后者致力于统治稳定的强化，共同构成了秦朝社会治理的核心框架。行同伦的核心是建立全国统一的伦理道德与行为规范。嬴政深知，六国数百年分裂不仅造成疆域与制度的隔阂，更形成了迥异的社会风俗。这些差异若不加以规整，极易滋生社会矛盾，削弱中央集权的凝聚力。因此，他下令以秦国传统伦理为基础，在全国推行统一的行为准则，并通过刻石立碑的方式广而告之，强化民众认知。在泰山刻石中，嬴政明确提出，要求男女之间严守界限，各司其职，男性专注于耕战与公务，女性恪守家庭本分，从性别分工层面规范社会秩序。而在会稽刻石中，针对吴越地区的淫逸之风，他更是采取严厉约束，以近乎律法的严苛态度维护传统家庭伦理，杜绝婚姻关系混乱对社会稳定的冲击。这些刻石内容不仅是道德倡导，更带有制度强制的意味，推动着不同地域的风俗向统一标准靠拢，逐渐形成天下同风的社会氛围。如果说行同伦是对社会软实力的整合，那么大移民便是对社会硬结构的重塑。秦朝统一之初，各地潜藏的不稳定因素不容忽视，六国旧贵族虽失去政权，却仍手握巨额财富与宗族势力，暗中积蓄力量；地方豪强则凭借宗族威望，在乡里间形成不可小觑的影响力。这些势力都可能成为反抗秦朝统治的导火索。为消除这一隐患，嬴政在统一六国当年便推出重磅举措，将天下豪富12万户迁徙至都城咸阳。这一决策暗藏双重考量，一方面将豪富与豪强集中在咸阳周边，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监控之下，可有效防止他们在地方串联作乱，从根源上削弱地方割据的基础。另一方面，这些豪富带来的财富、技艺与商业资源也能快速推动咸阳的经济繁荣。咸阳人口因移民迅速增长，手工业与商业蓬勃发展，很快成为全国的政治、经济与文化中心，进一步强化了都城对全国的辐射力。除了迁赴实都，嬴政还将移民政策延伸至边疆地区，以移民戍边实现开发与防御并举。
公元前218年，他下令迁徙5000户百姓至琅琊郡（今山东胶南），并赐予迁徙者爵位与土地，鼓励他们开垦沿海荒地，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到东部边疆。公元前216年，组织百姓向关中、巴蜀等人口稀疏但土地肥沃的地区移民，充实这些战略要地的人口，提升粮食生产能力。公元前211年，更是一次性迁徙3万户百姓至北河（今内蒙古乌家河、榆中（今陕西榆林）一带），同样以爵位激励，让移民在北方边疆屯垦耕作，同时承担防御匈奴的职责，形成兵农合一的边疆防御体系。据估算，嬴政统治时期，全国范围内的移民总数累计达数百万之多。这些大规模移民不仅实现了对地方势力的釜底抽薪，加强了中央对全国的掌控，更促进了不同地域的人口流动与文化交融。中原百姓将农耕技术、礼仪风俗带到边疆，边疆民族的生活习惯也影响着中原移民，逐渐形成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。同时，边疆地区的荒地被大量开垦，农业生产范围不断扩大，为秦朝疆域的长期稳定与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从形同伦规范精神世界到大移民重塑社会结构，嬴政的社会治理策略始终围绕巩固大一统这一核心目标展开。这些政策虽带有鲜明的强权色彩，却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对庞大帝国的社会整合，为后世王朝的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，其影响深远地渗透到华夏文明的发展脉络之中。在完成内部制度整合与社会治理后，嬴政并未停下脚步，这位一心要打造万世基业的帝王，将目光投向了帝国疆域的南北两端，意图通过对南方百越与北方匈奴的征战，把秦朝的统治版图推向更广阔的天地，真正实现六合之内、黄帝之土的大一统愿景。南方的百越并非单一部落，而是对当时生活在今闽浙、两广一带少数民族的统称，其中以东欧、闽越、南越、西欧等部落最为活跃。这些部落虽多处于部落联盟阶段，社会发展水平远不及中原，但岭南地区密布的山林、纵横的江河为他们构筑了天然屏障，加之部落民众民风彪悍，善习水性，长期以来始终与中原政权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独立状态，从未真正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体系。对嬴政而言，这片广袤的南方土地既是尚未征服的化外之地，也是巩固帝国南方疆域的必争之地。公元前219年，嬴政正式启动南征计划，任命屠睢为统帅，调集50万大军，兵分5路，向百越发起全面进攻。一路直扑东欧（今浙江南部）与闽越（今福建），旨在控制东南沿海；两路主攻南越（今广东），打通通往岭南腹地的通道；另外2路则剑指西欧（今广西），防范西南部落的迂回反击。从兵力部署来看，秦军显然意在一举平定整个岭南，将这片土地彻底纳入秦朝版图。然而，这场南征的艰难程度远超嬴政与秦军的预料。岭南的自然环境首先给秦军带来了巨大挑战，湿热的气候让习惯了北方干燥环境的士兵纷纷染病，山林中弥漫的瘴气更夺走了不少人的性命。更棘手的是粮草运输，岭南多山少路，秦军的粮车难以通行。淮南子《人间训》中3年不卸甲驰弩，使间路无以转饷的记载，正是当时粮草短缺困境的真实写照。为破解这一难题，嬴政命人开凿灵渠，这条位于今广西新安县的运河，
巧妙打通了长江水系的湘江与珠江水系的漓江，让秦军的粮草得以通过水路直接运抵前线，终于缓解了后勤压力。可即便解决了粮草问题，百越部落的抵抗仍让秦军陷入苦战。他们深谙地理优势，放弃正面交锋，转而遁入丛林与河谷，以游击战的方式不断袭扰秦军。凭借对地形的熟悉，他们白天隐匿，夜晚则突袭秦军营地，甚至推举勇猛善战的桀郡为将，组织大规模反击。在一次夜袭中，秦军统帅屠睢不幸阵亡，秦军也因失去指挥陷入混乱，浮尸流血数十万，南征一度陷入停滞。屠睢之死并未动摇嬴政平定岭南的决心。公元前214年，他重新任命任嚣、赵佗为统帅，集结兵力再次南征。这一次，秦军吸取了此前的教训，调整了作战策略，一方面继续依托灵渠保障粮草供应，确保军队后勤稳定；另一方面摒弃了单纯的军事镇压，转而采取剿抚并用的方针。对仍在抵抗的部落，秦军以优势兵力坚决镇压，彻底摧毁其抵抗力量；对愿意归降的部落，则予以安抚，不仅保留部落首领的部分权力，允许他们继续管理本族事务，还免除了部分赋税，以争取民心。这套灵活的策略很快见效，东欧与闽越率先归附，嬴政在两地设置闽中郡，治所今福建福州，将东南沿海纳入统治。随后，秦军挥师南下，先后平定南越与西欧，又增设南海郡，治所今广东广州、桂林郡，治所今广西桂林、象郡，治所今广西崇左。至此，广袤的岭南地区正式成为秦朝疆域的一部分，秦朝的版图也由此延伸至南海之滨。为了巩固对岭南的统治，嬴政还推行了移民实边政策。他下令迁徙数十万中原百姓前往岭南，与当地百越人杂居。这些中原移民不仅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技术，如铁器农具的使用、水稻种植技术，还将中原的礼仪风俗、文字历法传入岭南，而百越人的航海技巧、热带作物种植经验也逐渐被中原人借鉴。这种双向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，不仅加速了岭南地区的开发，更让大一统的观念在这片新纳入的土地上扎根，为后世中原王朝对岭南的长期统治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在平定岭南的同时，秦朝的北方边境正面临着另一个强劲对手的威胁——游牧民族匈奴。这个活跃在今蒙古高原的族群以骑射为常，机动性极强，早在战国时期就频繁南下，掠夺粮食与人口，成为北方诸国的心腹之患。秦朝统一后，匈奴趁赵国灭亡，北方边防体系暂时瓦解之机，迅速南下占领了河南地，今内蒙古乌加河以南及伊克昭盟地区。这片水草丰美的土地不仅是北方重要的牧场，更是逼近关中平原的战略要地。匈奴的进驻直接对秦朝都城咸阳的北方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，也让嬴政意识到，若不彻底解决匈奴问题，北方边境永无宁日。公元前214年，嬴政任命蒙恬为统帅，调集30万大军北上抗击匈奴。蒙恬深谙匈奴来去如风的作战特点，并未采取单一的追击战术，而是制定了分进合击的战略。他亲自率领主力军从上郡（今陕西榆林）北上，突破长城防线，直攻匈奴东部主力。同时派遣将领杨翁子率领偏师从萧关（今宁夏固原东南）出兵向西迂回，牵制匈奴西部部落，防止其增援东部。秦军凭借严密的军纪，
精良的装备与庞大的兵力优势，对匈奴发起猛烈进攻。匈奴骑兵虽勇猛，但难以抵挡秦军的协同攻势，很快节节败退。蒙恬率领秦军乘胜追击，不仅顺利收复了被占领的河南地，还渡过黄河，继续向北推进，先后攻占了高阙（今内蒙古狼山中部季兰山口）、阳山（今内蒙古乌家河北的狼山、阴山）、北甲（今内蒙古乌家河以南加山带河地区）等地，将匈奴势力彻底驱逐到阴山以北，为秦朝北方边境筑起了一道暂时的安全屏障。收复河南地后，嬴政深知攻易守难，若不建立长期稳固的防御体系，匈奴随时可能卷土重来。为此，他接连推出3项关键举措，全面巩固北方边防。第一项是设立行政机构，强化对新收复地区的管控。嬴政下令在河南地设置9原郡，治所今内蒙古包头西北，任命郡守、郡尉、监狱使等官员，将这片曾被匈奴占据的土地纳入秦朝郡县体系，实现了行政与军事的双重管辖，从制度上确保了对北方边疆的有效统治。第二项是推行移民实边，充实边疆人口与经济实力。嬴政组织数十万刑徒与中原百姓迁徙到河南地，让他们在边疆开垦荒地，种植粮食，同时承担部分防御任务。这一举措不仅解决了边防军的粮草供应问题，避免了长途运粮的损耗，还让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在北方传播，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，为长期防御奠定了物质基础。第三项则是修筑万里长城，构建北方军事防御屏障。嬴政下令整合原来秦国、赵国、燕国北部的旧长城，组织民力对其进行修缮、连接与扩建。西段从临洮（今甘肃岷县）延伸至黄河，中段连接赵国旧长城，加固阴山防线；东段则沿用燕国旧长城直达辽东（今辽宁辽阳）。最终形成的万里长城，不仅是一道连绵起伏的军事堡垒，更凭借城墙、烽燧、关隘的配套建设，构建起一套完整的预警与防御体系。一旦匈奴南下，烽燧可迅速传递信号，沿线驻军能及时集结抵御。这条横亘北方的巨龙，不仅在秦朝时期有效阻挡了匈奴的袭扰，更成为此后2000多年中国古代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屏障，深刻影响了中国北方边疆的历史发展进程。在完成南征百越、北击匈奴的边疆开拓后，嬴政的目光又投向了西南腹地。这片生活着西南夷的土地，虽与中原早有零星交往，却始终游离于中原政权的直接管辖之外，成为秦朝大一统版图中待填补的空白。当时的西南夷涵盖多个部落，散布在今四川、云南、贵州一带，因山脉阻隔，交通不便，长期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状态。为将这一区域纳入统治，嬴政派遣常鄂率领士兵开凿无耻道。这条道路以今四川宜宾为起点，穿越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，经云南昭通直达滇池，今云南昆明。因山地施工难度大，道路最窄处仅5尺宽，故得名无耻道。无耻道的开通，彻底打破了西南地区与中原的地理隔绝，秦朝的官吏随之进驻。嬴政下令将夜郎等部落纳入郡县制框架下管理，西南地区自此正式成为秦朝疆域的一部分，也为后世中原王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理奠定了基础。随着疆域的空前扩大与统治秩序的逐步稳固，嬴政开始通过巡游天下的方式，进一步强化对全国的掌控。从公元前220年
到公元前210年，短短10年间，他先后组织了5次大规模巡游，足迹北至甘肃、河北，南抵湖北、湖南，东达山东、浙江，西及陕西，几乎覆盖了秦朝疆域的核心区域。嬴政的巡游并非单纯的巡行游乐，而是兼具政治威慑与治理考察的双重目的。一方面，他带着庞大的仪仗队伍遍历各地，向六国旧贵族与百姓展示秦朝的强盛实力，炫耀自己一统天下的功绩，以震慑潜在的反抗势力。另一方面，他深入地方，观察民情风俗，核查官吏政绩，及时掌握各地统治动态，确保中央政令在全国的顺畅推行。在巡游途中，嬴政还多次在泰山、琅琊等名山圣地立下刻石，留下了众多传世遗迹。这些刻石以篆书书写，内容多围绕3大核心：一是歌颂嬴政的盖世功绩，将其德兼三皇、功过5帝的地位具象化；二是宣扬秦朝的法律制度与伦理规范，要求百姓遵法守序，各安其业；三是传递长治久安的统治愿景，希望秦朝制度垂于后世。这些刻石既是嬴政彰显权威、巩固统治的政治工具，也因详实记录了秦朝的政治理念与社会治理要求，成为后世研究秦朝历史、文化与文字演变的珍贵史料。然而，在大一统帝国的辉煌之下，晚年的嬴政却逐渐陷入对长生的执念，随着统治日益稳固，死亡的阴影反而让他愈发恐惧。他渴望永远掌控这片亲手征服的土地，于是将大量精力与财力投入求仙问道，试图打破生命的极限。当时，齐国和燕国沿海地区盛行方士文化，这些人自称能与神仙沟通，炼制不死之药。他们嗅到了咸阳城的机遇，纷纷前往宫中，向嬴政描绘出海上有蓬莱、方丈、瀛洲3神山，山上仙人居住，藏有不死之药的虚幻图景。本就渴求长生的嬴政对此深信不疑，一次次派遣方士入海寻药。在众多方士中，齐国人徐福最为著名。他向嬴政承诺能找到3神山，求得仙药。嬴政随即调拨数千童男童女，配备大量粮食、财物与船只，让徐福率领船队出海。可徐福出海数年，耗费了巨额人力物力，却始终未能带回任何仙药。面对嬴政的追问，他为逃避惩罚，编造了海中有大礁鱼阻拦航道，无法抵达3神山的谎言，还请求嬴政派遣善射之人同行，射杀礁鱼以清通路途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嬴政竟采信了这一说法。他不仅加派射手随徐福出海，甚至亲自率领船队前往东海，现场射杀了一条大礁鱼，为徐福扫清障碍。即便如此，徐福依旧无法找到仙药，最终他带着剩余的童男童女、财物乘船向东而去，从此杳无音信。除了徐福，嬴政还先后派遣卢生、韩忠、侯生等方士入海求药，可这些人要么空手而归，要么像卢生、侯生一样，因实在无法找到仙药，又惧怕嬴政的惩罚，索性偷偷逃离咸阳。更甚者，在逃走前还四处散播言论，诽谤嬴政刚愎自用，贪于权势，专任欲利，直言如此君主不可为其求仙药。这番话传回咸阳，嬴政勃然大怒，他自认对这些方士尊赐之甚厚，给予了极高的礼遇与资助，换来的却是欺骗与诋毁。盛怒之下，嬴政下令御史立案审问留在咸阳的所有方士与儒生，要求他们互相揭发牵连，凡被指认妖言惑众者，一律严惩。最终有460余人被认定罪名成立，
嬴政下令将他们全部在咸阳活埋，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坑儒事件。关于坑儒的对象，历来存在争议。史记记载是儒生，但也明确指出起因是方士的欺骗和逃亡。因此，被坑杀者很可能是以方士为主，兼及一些言论触犯禁区的儒生。因此，这一事件更精准地定性应是坑术士而兼及儒生，并非一场有预谋、系统性针对整个儒家学派的灭绝行动。但即便如此，他仍集中暴露了嬴政晚年长生梦碎后的恼羞成怒，以及对知识界批评声音的残酷镇压。为维护个人权威，他不惜用暴力压制思想自由。这种极端的思想专制不仅摧残了当时的文化活力，更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，为秦朝日后的快速覆灭埋下了隐患。与晚年坑儒的暴力相呼应，嬴政在公元前213年推行的焚书政策，更早地暴露了秦朝为巩固统治而压制思想自由的专制倾向。这场由朝堂争议引发的文化浩劫，不仅烧毁了无数先秦典籍，更在思想层面为秦朝的统治埋下了深层危机。当时，儒家学者淳于越在一次朝堂议事中，向嬴政提出了恢复分封制的建议。他援引古制，主张嬴政效仿商周，将子弟与功臣分封到各地为王，以拱卫中央，维系社稷。这一建议与秦朝推行的郡县制完全相悖，嬴政并未直接否决，而是将其交由大臣们讨论。丞相李斯随即站出来坚决反对。李斯尖锐地指出，淳于越的主张本质是以古非今，战国以来诸侯纷争的教训早已证明分封制的弊端，如今天下一统，若再重拾古制，只会让诸生不识今而学古，已非当世，祸乱前首。他进一步警示，若不禁止这种借古讽今的言论，将会导致君主权威被削弱，地方势力趁机结党，严重威胁秦朝的统治根基。为彻底消除以古非今的思想隐患，李斯向嬴政提出了具体的焚书方案，核心内容分为5项。其一，史书层面，仅保留秦国官方编撰的秦记，其他6国的史书一律烧毁，断绝世人借他国历史非议秦朝的可能。其二，典籍层面，除博士官所掌管的诗书外，天下百姓家中私藏的此类书籍全部限期烧毁，严禁民间传播。其三，言论层面，敢有私下谈论诗书者，处以弃市之刑，以儆效尤。此外，医药、卜筮、农业技术等实用类书籍不在焚烧之列，同时允许百姓以官吏为师学习法律，确保生产与治理所需的知识不被断绝。嬴政完全采纳了李斯的建议，随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执行焚书。这场文化灾难对中国古代文明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，大量记载先秦历史、思想、文化的文献典籍被付之一炬，其中不乏夏商周以来的珍贵史料与诸子百家的经典著作。许多思想流派的传承因此中断，无数文化遗产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中。尽管嬴政与李斯推行焚书的初衷是为了统一思想、消除意见、巩固秦朝的专制统治，但这种以暴力压制思想自由的做法，最终却适得其反。它不仅未能让百姓真正认同秦朝的统治，反而激起了世人的强烈不满。知识分子因文化传承被破坏而对秦朝离心离德，普通百姓也因严苛的惩戒心生畏惧与怨恨。焚书所激化的社会矛盾与思想对立，与后来的坑儒事件相互叠加，进一步动摇了秦朝的统治基础，成为秦朝在统一后迅速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晚年的嬴政
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专制的同时，其统治手段也愈发严苛残暴，将沉重的负担与恐惧层层施加在百姓身上。曾经因统一而期盼安定生活的民众，很快陷入了赋税徭役的重压与严刑峻法的威慑之中，社会矛盾也随之不断累积。秦朝统一之初，全国人口约为2000万，这本是休养生息、恢复生产的契机，但嬴政却接连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与工程建设，南征百越，北击匈奴的战士需要持续投入兵力，修筑万里长城、全国驰道、阿房宫、骊山墓等工程，更需要海量人力物力支撑。据估算，当时常年服役的士兵与民工就超过300万人，占总人口的1/6。若再算上为军队运输粮草、为工程运送物资的民夫，服役人数更是惊人。这些徭役不仅占用了大量青壮年劳动力，还迫使百姓背井离乡，许多人因劳累、疾病或意外，直接死于服役途中。民间因此流传出生男慎勿举、生女不用斧的悲叹，足见徭役之重已让百姓不堪承受。除了繁重的徭役，嬴政还以严刑峻法管控民众。秦朝的法律体系极为严苛，刑罚种类繁多且残酷，死刑包括斩首、腰斩、车裂、坑杀、烹杀等，每一种都令人胆寒。肉刑则有情刑、缢刑、宫刑等，受刑者不仅要承受肉体痛苦，还会终身背负耻辱。此外，还有罚作苦役、流放边疆等刑罚，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苦难。更令人恐惧的是，秦朝还实行连坐法，一人犯罪，其邻里、亲属甚至同事都要被牵连治罪，哪怕毫无关联，也可能因不举报而获刑。这种一人犯错，众人遭殃的制度，让百姓时刻生活在恐惧之中，不敢有丝毫逾矩，也让整个社会氛围愈发压抑，阶级矛盾与民怨不断激化。晚年的秦始皇虽然坐拥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，享受着至高无上的权力，但他的内心世界却并非一片宁静。对死亡的恐惧，对反抗势力的疑虑，对帝国未来的担忧，以及长期高强度工作带来的身心损耗，都如同阴云般笼罩着他。求仙问药的屡屡失败，无疑加深了他的焦虑与挫败感。实在，他变得愈发忌讳言死，群臣莫敢言及后事。这种对生命极限的抗拒和对身后之事的回避，为他身后那场惊天动地的政变埋下了伏笔。为了排遣内心的不安，或许也为了再次震慑东方可能存在的暗流，秦始皇于公元前210年开始了他的第5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巡游。这次巡游的路线精心规划，既包含对名山大川的祭祀，也暗含着他对求仙与统治的执念。从咸阳出发后，先抵达云梦（今湖北云梦），祭祀上古帝王虞舜，随后沿长江东下，抵达会稽（今浙江绍兴），祭祀大禹，并在此立下刻石，继续宣扬自己的功绩与伦理规范。接着北上，经过吴地（今江苏苏州），渡过长江后前往琅琊（今山东胶南），这里曾是他派徐福出海求仙的起点。之后又北上至知府（今山东烟台），并亲自率领船队射杀了一条大鲛鱼，试图为求仙扫清障碍。然而仙山渺茫，终不可及。带着求仙不成的失望与疲惫，巡游队伍踏上了归途。然而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，就在返回咸阳的途中，嬴政在沙丘宫（今河北邢台广宗县）突然病重。此时的他已深知自己时日无多，匆忙召来中车府令赵高，让其代写遗诏，命正在北方监督蒙恬军队的长子扶苏于丧会咸阳而葬。
这句看似简单的丧葬安排，实则明确了嬴政的传位意图，让扶苏即刻返回都城主持葬礼，便是要将皇位托付于他。扶苏作为嬴政的长子，向来以宽厚仁慈闻名，曾多次劝谏嬴政减轻赋税徭役，缓和严刑峻法，虽因触怒父亲被派往北方边疆，但在嬴政心中，扶苏仍是继承大统的最佳人选。他希望扶苏继位后，能以仁政缓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，为秦朝的万世基业续命。这份遗诏，既是嬴政对长子的认可，更是他对秦朝未来的最后期许。可嬴政不会想到，这份关乎帝国命运的遗诏，竟成了赵高篡改权力的起点。赵高本是赵国人，出身卑微，凭借精通法律得到嬴政信任，不仅担任中车府令，还兼任少子胡亥的老师，与胡亥关系极为密切。他深知，若扶苏继位，必然会重用蒙恬等忠直之臣，自己作为胡亥的亲信，不仅会失去现有的权势，甚至可能因过往与蒙氏兄弟的矛盾而性命难保。此前赵高曾因犯罪被蒙恬的弟弟蒙毅判处死刑，若非嬴政赦免，早已丧命。这份旧怨让他对蒙氏兄弟恨之入骨。为保住自身地位，赵高下定决心篡改遗诏，拥立胡亥继位。他首先找到胡亥，以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的说辞劝说其夺取皇位。胡亥起初因违背父命而犹豫不决，但在赵高大行不小谨、圣德不辞让的花言巧语与权力诱惑下，最终动了心，同意加入计划。但仅凭胡亥与赵高两人，仍无法完成篡权。丞相李斯是秦朝开国功臣，深受嬴政信任，更是遗诏的见证人之一。只有说服李斯，篡改遗诏的计划才能顺利实施。于是赵高找到李斯，一上来便抛出致命威胁。他直言，李斯的地位与蒙恬相比早已处于劣势，蒙恬战功赫赫，威望极高，还手握北方兵权，且与扶苏关系密切。若扶苏继位，丞相之位必然会被蒙恬取代，届时李斯不仅会失去毕生奋斗的权利，甚至可能落得身死族灭的下场。紧接着，赵高又抛出利诱，若拥立胡亥继位，胡亥年幼且昏庸，容易掌控，李斯不仅能继续担任丞相，还能凭借拥立之功进一步巩固权势，家族也可世代富贵。这一番话字字如刀，刺中了李斯心中最深的恐惧。他一生追求的功名权位，在扶苏和蒙恬的组合面前，似乎顷刻间就会化为泡影。他内心经历了剧烈的挣扎，在忠君与保身的终极抉择前，对家族命运与个人权势的考量，最终压倒了对帝国的忠诚。李斯的沉默成为了对阴谋的默许。于是三人结成政治同盟，将嬴政的遗诏彻底篡改。他们伪造了2道致命的诏书，一份以嬴政的名义遣使赐书给扶苏和蒙恬，罗织其不孝不忠的罪名，责令他们自杀；另一份则直接立胡亥为太子，明确其皇位继承权。遗诏拟好后，赵高迅速派使者日夜兼程送往北方边疆。扶苏接到遗诏后，悲痛欲绝，不顾蒙恬的劝阻，欲立即自杀。蒙恬怀疑遗诏有假，劝扶苏核实后再做决定，但扶苏始终秉持父赐子死，上安父亲的愚孝观念，最终拔剑自杀。蒙恬不愿不明不白地死去，拒绝自杀，被使者囚禁于扬州（今陕西子长）。后来赵高掌权后，派人将其杀害。确认扶苏已死，障碍清除后，赵高、胡亥、李斯才下令车队继续向咸阳进发。当时正值夏季，尸体很快开始腐烂发臭，
为掩盖真相，赵高竟让人买来大量鲍鱼装在随行车辆中，用鲍鱼的腥臭味掩盖尸体的腐臭味，一路掩人耳目，避免随行人员察觉嬴政早已去世。车队终于抵达咸阳后，胡亥正式继位，史称秦二世。赵高因拥立之功，被任命为郎中令，掌管宫廷警卫，得以近距离掌控胡亥。李斯虽继续担任丞相，却逐渐被边缘化。表面上，秦朝的统治仍维持着大一统帝国的框架，但实际上，权力核心已落入赵高手中。秦二世昏庸无能，对赵高言听计从，朝政日益混乱。嬴政穷尽毕生心力建立的秦朝，在这场沙丘之变后，迅速滑向了崩溃的边缘。而这一切的缔造者，秦始皇嬴政，早已在沙丘宫的病逝中结束了他传奇又充满争议的一生。公元前210年9月，胡亥将嬴政的灵柩安葬于骊山墓。这座耗费数十万民工、历时39年修建的陵墓，是嬴政为自己打造的地下帝国，其规模之宏大，陪葬品之丰富，堪称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之最。据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记载，骊山墓中不仅有模拟朝堂的官署，堆积如山的奇珍异宝，还设有机弩使，若有盗墓者靠近，便会自动发射箭矢，更以水银模拟百川江河大海，通过机械装置让水银循环流动，墓顶绘制天文星象，墓底复刻地理山川，再用人鱼膏制成蜡烛，以其夺不灭者久之。结合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与秦始皇陵考古报告，骊山墓的奢华与精密更显震撼。除史书中记载的水银江河机弩使外，墓周边分布着大量陪葬坑，其中兵马俑坑出土陶俑8000余件，战车100余乘，与以兵马俑为军阵陪葬的记载完全吻合，宛如一支守护地下帝国的军队。考古人员还在骊山墓西侧发现17座陪葬墓，出土的女性骨骼印证了葬始皇室后宫无子者皆令从死的记载，无子女的妃嫔被迫殉葬，另有生埋工匠计以万数的记录，足见嬴政为打造这座地下陵墓不惜耗费无数人力性命，也直观体现出他死后仍想掌控天下的极致欲望。可嬴政终究无法预料，自己苦心经营，期盼传至万世的大秦基业，会在他死后短短3年便轰然崩塌。公元前209年，陈胜、吴广率领戍卒在大泽乡揭竿而起，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，揭开了秦末农民起义的序幕。随后，刘邦、项羽等各路义军纷纷起兵反秦，秦朝的统治在起义浪潮中迅速土崩瓦解。公元前207年，赵高见大势已去，逼迫胡亥自杀，改立子婴为秦王。不久后，刘邦率领义军攻占咸阳，子婴身着白衣，谨系绳索出城投降，秦朝正式灭亡。这座由嬴政一手建立、横扫6国的庞大帝国，最终仅存在15年便烟消云散，成为中国历史上短暂却影响深远的王朝。他开创的大一统制度、中央集权体系，深刻塑造了此后2000多年的中国政治格局。当我们在20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回望秦始皇嬴政，会发现他始终是一个无法被简单定义的坐标式人物。他既是终结春秋战国500余年分裂的破壁者，也是开启中国2000多年君主专制的奠基者，既是推动华夏文明走向大一统的建设者，也是因暴政透支民心，导致王朝速亡的警示者。他的一生不仅是个人的传奇，更是中国从邦国时代迈向帝国时代的文明缩影，而后世对他的评价
从暴虐之君到千古一帝的反复博弈，更折射出不同时代对统一集权民生的认知变迁。若以文明转型的深度审视嬴政的功绩，便会发现其价值远超结束战乱的表层意义。在政治制度层面，他创立的皇帝制度绝非简单的名号变革，通过废除谥法、杜绝子义父、陈义君，以镇治诏玺构建专属君主的权力符号，实则是将军权从诸侯共治的框架中剥离，推向至高无上、独治天下的绝对地位。这种尊君体系不仅为汉朝所继承，更成为此后历代王朝君主专制的思想模板。即便是唐太宗、康熙这样的一代明君，其权力的行使也依然是在秦始皇所划定的这一框架之内。而郡县制的推行，更是对夏商周分封制的根本性颠覆。它打破以血缘定疆域的传统，以地缘治理为核心，让中央官吏直接管辖地方，使大一统从名义上的共主变为实际上的管控。正如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《读通鉴论》中所言：郡县之治，垂2000年而弗能改矣，何古今上下皆安之，是之所趋，岂非理而能然哉？这番评价道破了郡县制对中国大一统格局的支撑作用。正是这一制度，让中国在后世多次分裂后仍能重归统一，成为区别于欧洲邦国林立的关键特征。在经济与文化领域，嬴政的统一举措实则是为华夏共同体浇筑根基。统一度量衡与货币，消除的不仅是六国的经济壁垒，更是为跨区域贸易、赋税征收提供了共同语言。当秦办两钱的原型方孔成为全国通用货币时，齐地的盐商、楚地的粮农、蜀地的织工开始有了同为秦人的经济认同。而驰道与灵渠的修建也绝非单纯的工程建设，驰道以咸阳为中心，辐射四方，宽50步的路面不仅便于军队调动，更让中原的铁器、农具得以快速运往边疆。灵渠打通长江与珠江水系，使岭南的象牙、翡翠与中原的丝绸、茶叶实现互通。这种物质流动背后是文明融合的加速。至于书同文，其意义更超越了沟通工具的范畴。当李斯以秦篆为基础规范文字，当程邈的隶书因便捷性在民间普及，六国时期言语一生，文字异形的文化隔阂被彻底打破。正是这种文字统一，让大一统的观念通过典籍、政令渗透到每个百姓的认知中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核心基因。即便在方言各异的地域，汉字始终是维系民族凝聚力的纽带。军事与疆域的开拓，则是嬴政为中国疆域划定的初始轮廓，其影响延续至今。南征百越并非简单的扩张，而是将岭南地区首次纳入中原政权的有效管辖。它不仅在当地设置南海、桂林、象郡，更迁徙中原百姓与百越杂居，推动汉越融合。中原的农耕技术让岭南从刀耕火种迈入精耕细作，百越的船运技巧也传入中原。这种双向交流让岭南逐渐成为华夏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。北击匈奴，修筑长城，也非暴政的象征。在匈奴骑兵频繁袭扰北方边境，羯虏人民畜产甚多的背景下，长城既是防御工事，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。它保护了中原的农业生产，而蒙恬北逐匈奴后徙民实边，更让河南地从游牧之地变为塞上江南。至于无耻道的开凿，则将西南夷纳入郡县体系，使大一统的疆域观念延伸至西南边陲，为后世汉武帝开拓西南奠定了基础。然而，
嬴政的统治也暗藏着大一统与民生的深刻矛盾，这一矛盾成为秦朝速亡的根源，也为后世留下了沉重的警示。他的严刑峻法本是为了震慑六国旧贵族，维护统一秩序，连坐法、肉刑的推行，初衷是使天下莫敢犯，但过度严苛的刑罚却让百姓陷入动辄得咎的恐惧，偷采别人桑叶不足一钱者，也要被处以情刑；一家犯罪，邻里不告发则连坐。这种轻罪重罚的逻辑，让社会失去了弹性。繁重的徭役更是压垮百姓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修长城征发40万人，建阿房宫、骊山墓征发70万人，南征百越，北击匈奴的士兵与运粮民夫超200万人，而秦朝总人口仅约2000万，相当于平均每5到6个青壮年中就有1人常年服役，其负荷之重可想而知。这种竭泽而渔的统治方式彻底透支了民心，最终让天下苦秦久已成为秦末农民起义的导火索。更值得反思的是焚书坑儒这一事件，不仅是文化的浩劫，更是思想专制的开端。焚书的初衷是统一思想，本意是杜绝以古非今的言论，但最终却导致先秦许多珍贵文献永久失传，让中国文化出现断层。坑儒的起因是方士欺骗并诽谤，嬴政震怒之下，使御史西岸问诸生，除犯禁者460余人，皆坑之咸阳。虽然后世学者如清代崔述在考辛录中指出坑儒实坑数世，但事件扩大化后，确实波及了部分儒生，导致士不敢言，民不敢议的思想窒息。这种以暴力压制思想的做法，成为后世君主文字狱的先例，也让嬴政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支持。当儒生们不再为秦朝建言献策，当百姓们对秦朝失去信任，这个看似强大的帝国，实则早已摇摇欲坠。后世对嬴政的评价，始终在褒与贬的两极之间摇摆，却也逐渐走向客观辩证。西汉司马迁在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中，既肯定他并肩六国、尊号称帝的功绩，也批判他的暴政。唐代柳宗元在《封建论》中，高度赞扬郡县制设置四海，运于掌握之内，认为公天下之端自秦始。近代以来，评价更趋多元。梁启超在《战国载记》中称他为盖世之雄主，认为他的制度为后世开一大法门。毛泽东则评价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，不但政治上统一了中国，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。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，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。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。这些评价的变迁，本质上是不同时代对统一集权民生关系的重新认知。人们逐渐意识到，嬴政的价值不在于他是完美的君主，而在于他完成了时代的使命，同时留下了深刻的教训。如今，当我们站在长城上眺望远方，当我们用统一的汉字书写，当我们在96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内共享大一统的红利时，仍能清晰感受到嬴政留下的历史印记。而涌动在秦始皇陵与兵马俑坑的参观人潮，更成为连接古今的生动注脚。数以百万计的游客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，在那些沉默的陶俑阵列前凝望，在尚未完全开启的陵寝外围徘徊，试图透过黄土与陶片读懂那个缔造奇迹的时代。人们惊叹于兵马俑千人千面的写实雕塑，在弓弩、铜车马与青铜水琴之间，想象着一个帝国的军事体系、礼仪制度与艺术追求，也在骊山脚下那座依然风土累累的陵墓前，思考着生与死、权力与欲望、创造与毁灭的永恒命题。
这些考古遗存不仅印证着史书中的记载，更以无声的实物向今人诉说着秦制的严密、秦宫的精湛，以及那个时代惊人的动员能力与组织效率。他不是神，也不是魔，而是一个复杂的人。他有囊括四海、并吞八荒的雄才大略，也有刚愎自用、漠视民生的性格缺陷。他推动的制度创新为中国文明的延续奠定了基础，他的暴政也为后世统治者敲响了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的警钟。嬴政的故事永远不会过时，因为他的一生本质上是如何在变革中实现统一，如何在统一中平衡秩序与民生的永恒命题。这个命题不仅是秦朝的课题，也是此后每一个统一王朝的课题，更是今天我们理解历史与文明的关键钥匙。他的名字早已超越了帝王的范畴，成为大一统基因的象征，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回响。历史从未远去，它在声音中回荡。我是深入历史，我们下期再见。